这样，所以你误解了我为什么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你。你是我的男人，你错了就是我错了。我们应该在这个总是离别的世界里共进共退。我已经失去了卓敏，我怎么能再失去你？张扬，我的前半生是为了父亲活着，我的后半生只为你活着。如果这个世界容不下我们，我愿意随你去死。听说南京有一条莫愁路，我们去那里走走。我还有些话要叮嘱你，然后我们在莫愁路上说再见，谁也不要为这次的分别犯愁。莫愁，莫愁，无论未来有多难熬，都要莫愁。你呢，就是朝阳，我就是彩虹。我会沐浴着你的阳光，你也会看到我的美丽。我们是注定要在一起的，我那神经质的夫君。旧城已唏嘘前缘，莫愁亦无定终身。可惜你不看26岁女房客，不知道什么是遗憾。错了，再来。这样，我怀孕了。找让你怀孕的人去啊！你打电话约我出来做什么？我这一年就你一个男人，我不找你找谁啊？我说我这一年就你一个女人，你信吗？周阳，你算男人吗？大家都是出来玩的，你别摊上这种事儿就赖上我行吗？你想我负责，你就拿点实际的东西出来，你别和我玩空口无凭，谁他妈愿意稀里糊涂的喜当爹啊？孩子已经拿掉了，哪里还有什么凭证？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像凯子呀？你孩子拿掉了，然后再和我说孩子是我朝阳的，是你假天真还是我真傻呀？对了，咱们都是成年人了，能做点体面的事儿吗？你不愿意负责是吧？明天我去你们公司。我靠，你至于吗？乐瑶紧紧咬着嘴唇看着我，我却觉得他是个好演员。我和他呢是在酒吧认识的，然后发生了关系。一个经常泡吧的女人说一年就和我一个男人发生过关系，我要信她，那我就真成蠢货了。你不就是要钱吗？拿着，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啊！看着眼中他孤独的背影，我心中忽然有一种说不出的情绪。虽然我不相信和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虽然我很厌恶他，但又感觉他现在的日子一定不太好过，所以不会这么多少。等等，这张卡能透支些钱，你刚做完手术，自己买点东西补补身子。不用了，看到你愿意负责就是我的目的。找你是因为我不想稀里糊涂的被人睡了，又稀里糊涂的怀孕。从来这间酒吧的第一天起，我便见过太多寂寞的女人、空虚的男人在这里喝着各种各样的酒，或沉默，或眼眸中充满欲望，寻找着一个叫醉生梦死的东西。事实上，当抛却白天的肉身，让灵魂迷失在这片灯红酒绿中时，我们就已经醉生梦死。忘了从哪天的夜晚开始，我把这里当作安身立命的地方。我喜欢这里扭动着腰肢的女人们，喜欢摇晃的灯光，喜欢各种颜色的酒水，喜欢香水混合着烟草的味道，喜欢这里的醉生梦死，然后在醉生梦死中将狼藉的过去刻成墓碑。点上一支烟，抽下烟盒上的薄膜，附在眼前，看着摇曳的灯光，身子也跟着晃晃悠悠。在被薄膜折射的灯光中，我好似看到了一种得过且过的糜烂，不禁有些入神了。
这么急吼吼的找我有什么事儿啊？借点钱，他妈被人讹了，又把人家姑娘的肚子弄大了？哟你大爷呀！这次是真被讹了。哟，这次又是谁讹你的？你问那么多废话干什么？哎，我每次都几千几千的借你，你丫至少也让我知道我的钱都他妈被谁给讹了吧？乐瑶，那个平面模特。可不就他吗？贵圈贼乱，他说1年就被我一个男人睡过，你信吗？方圆，这事要搁你身上，你信吗？这种事儿就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再说了，他不至于坑你这几千块钱吧？上个月咱们百货公司的宣传海报可全是他拍的，光酬劳就1万多。你也不看看他平时是什么消费，1万多块钱能架得住他用1个月吗？这会儿和别人玩出事儿了，没钱善后了，又想到我这儿，哎，我真是他妈贱呐！当初就不该好心把他介绍给咱们公司，钱没给他瞅赚，现在还反过来坑我，他有点业界良心吗？你睡他的时候带那玩意儿了吗？我回想了半天，只记得当时喝得快断片了，真是想不起来。带了，要不能说被坑了吗？赵阳，咱们快10年的朋友了，有时候真想劝劝你。我知道简薇和你分手对你打击很大，可这都2年过去了，你真没必要这么作践自己。青春不等人呐，好好找个女朋友，踏实下来，行吗？别操我的闲心了，哥们给我挺好的，不缺烦恼，是吧？方圆开导了我半天，我不耐烦地应付了半天，最后他留下一句烂泥扶不上墙后，带着不满拂袖离去，却忘记了我和他借钱的事儿。好在混迹于酒吧2年，也时常带些朋友来酒吧消费，和酒吧老板还算熟识，这次喝酒的消费暂时记在了账上。撑着雨伞走在被雨水淋湿的街头，我真切地体会什么叫没钱。我在这座城市奋斗，收获的却是无尽的空虚和孤独。为了摆脱这种毒药似的空虚和孤独，我不得不戴上一张掩饰羞耻的面具活着。有了这张面具，我可以心安理得地活在放任的自由里。无论我怎么挣扎背后，他不会再回来了。我出生在苏州的一个老房子里，爸爸在我很小的时候创办了卓美百货，经过他多年的努力打拼，使卓美百货成为苏州最大的百货。爸爸去世后，卓美百货由叔叔代管。我从美国回来，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研学习后，将要进入卓美百货高层工作。我的重要代办事项有2项。第一项是尽快理清卓美百货现状，最短时间内进入卓美管理层。第2项就是买回我出生时的老房子，因为这座房子里保存着我太多的记忆。苏州的雨绵绵密密，难免会让人有些忧郁。不过今天的我心情很好，阔别多年老房子今天终于被买回来。那是我从小长大的家，几年以前在我出国读书的时候被叔叔转手卖掉，而我在前天找到了老房子现在的房主，重新把它买了回来。房照已经办完，屋子需要当面交割，因为今天白天都在公司忙，所以履行房屋交割手续的时间定在了今天晚上。我把红色的奥迪 Q7 停在楼下，随着以前的房主走了进来，老房子的格局一点都没有变。我又里外走了一遍，客厅那老旧的座钟，沙发和卧室里那盏陈旧的落地灯都还在。这座房子里，我能很容易想起童年欢乐的时光和跟爸爸相依为命的日子。以前的房主是一个絮絮叨叨的人，很简单的验收过程被他弄得有点复杂，最后他才说这间屋子其实他是租出去了。如果我执意今天就要接收完毕，那就一起等一下租客回来，让他搬走。我为他的不诚信有些生气，但还是忍了忍，没有多说什么。也许是在买房子的时候我过于爽快，连价格都没有还就签了合同付了款，他还没有来得及说这些。这样，所以你误解了，我为什么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你？你是我的男人，你错了就是我错了，
我们应该在这个总是离别的世界里共进共退。我已经失去了卓美，我怎么能再失去你？张扬，我的前半生是为了父亲活着，我的后半生只为你活着。如果这个世界容不下我们，我愿意随你去死。听说南京有一条莫愁路，我们去那里走走。我还有些话要叮嘱你，然后我们在莫愁路上说再见，谁也不要为这次的分别犯愁。莫愁，莫愁，无论未来有多难熬，都要莫愁，莫愁。你呢，就是朝阳，我就是彩虹。我会沐浴着你的阳光，你也会看到我的美丽。我们是注定要在一起的，我那神经质的夫君。尼采要的是一个成熟的朝阳，简薇要的是一个上进的朝阳，李小雨要的是一个平凡的朝阳，而鄂瑶他要的只是朝阳。让我意外的，这栋破旧的楼下停了一辆红色的奥迪 Q7。在我印象里，在这儿住2年了，这个小区里好似就没出现过超过50万级别的车。到达顶楼时，却吃惊的发现屋子的门竟然是虚掩的。记得走的时候明明是锁好门的，下意识以为家里来了贼，定了定神才想起自己已经2个月没给房东老李交房租了，多半是老李来催租的。老李这个市井刁民什么神通啊，竟然带着这么一个高贵的如白百合般不可侵犯的姑娘出现在这个简陋的屋子里，这实在让我很是不解。哎，朝阳啊，哎，来，和你说点事儿啊，房租的事儿吧，下个月发了工资我一起交，成吗？是房子的事儿。这房子呀，已经被这姑娘给买了。啊？你把这房子给卖了？哪个二傻子愿意买你这套经不住地震晃2下的破房子啊？哎，你今天晚上搬出去吧，前面几个月的房租我也不跟你要了啊。老李，你怎么年纪越大活得越像孙子呢？你就算是要卖房，你也得提前通知我一声吧。这大下雨天的，你让我上哪儿找新房去啊？先找个酒店住一下嘛。你丫连房子产权都没了，你别口说话。房子现在是你的了，我继续和你租成吗？叫朝阳的年轻人因为愤怒和激动，脸上有些潮红，眼光里有愤怒，但更多的是幽深的空洞。这人给我的第一感觉，他是个精神很颓废的人，只有很颓的人，眼神才会那样空洞。我买了是自己住的，没有租的打算。姑娘，你没事吧？你开着上百万的豪车来住这个破房子，你是存心和我过不去吧？给你1个小时时间搬出去。不搬！你见我提前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让人搬出去的吗？我点上一支烟，扫视这套陈旧的屋子，心中溢出失落感。2年前我来苏州就一直住在这里，在这间屋子里，我度过了人生中最难挨的一段时光。在这里，我和客厅的座钟哭诉，和卧室里那盏陈旧的落地灯彻夜倾诉。这里的每一个物件都好似我共患难过的至交好友，离开这里便意味着丢掉了活着的寄托。我并不是不讲道理的人，已经给他免掉几个月的房租了。他如果和声细语地讲清楚自己晚上不方便，我也不会难为他。但他用这种态度沟通，我只能以应对应。房子的产权在自己手里，他没有道理不搬出去。那个，我家里还有点事儿，这房子的事情你们俩慢慢商量吧。啊！看到我们僵在这里，没想到前房主找个托词说家中有事，竟然跑了。这都是些什么人啊？这么没诚信，明明是他的问题，却把眼前的难题都留给我了。窗外大风伙同着冷雨又开始肆虐了起来，这样恶劣的天气更让我不愿意搬出去，决定坐着和这个女人死耗，反正我穷的就剩时间了。姑娘，敢问尊姓大名啊？重要吗？
当然重要了，我得知道是哪路来的神仙，让我在这个冷雨夜沦落到无家可归啊！你现在只剩40分钟时间了，40分钟后你不搬，我报警。又怎么了？不是给过你钱了吗？张扬，明天是周末，你能不能陪我去医院做个复查？你肚子里怀的是我的吗？你不能找朋友陪吗？你当我很闲是吗？在这个城市，我就只有你一个朋友。你是不是弄错了？我们不是朋友。我一个人真的很害怕，你不来，我就这么自生自灭。复查我不做了。你今天不就一个人去的吗？你明天得更轻车熟路了吧？我就是因为自己昨天一个人才体会到有多恐怖。乐瑶的不依不饶让我有些抓狂，习惯性的爆了句粗口。我操！来啊，孩子就是你搞出来的，早知道我就该把孩子生下来，然后把孩子抚养成人，告诉他，他爸就是一只禽兽。这是，2年了，我从来没有遇到像乐瑶这么麻烦的。尽管他说的信誓旦旦，我也一样可以信誓旦旦的说孩子不是我的。他说这座城市就我一个朋友，更让我觉得他是讹我呢。上星期还见他在微博上晒了一张和一帮人在酒吧疯玩的照片呢。人渣！你听我讲电话了啊？你现在还有30分钟的时间。今天将所有的现金给了乐瑶之后，我身无分文。现在我能搬到哪儿去？天高地广，竟没有了我朝阳的容身之地。听到我骂他，他看了看我，居然没有延续之前的愤怒。姑娘，你看这外面风雨交加的，现在又挺晚了，今天晚上肯定是搬不了了。什么时候搬？明天吧。几点？下午1点之前。你先走吧，明天记得准时把东西搬走。姑娘，能借我点钱吗？我没有借你钱的义务。不借是吧？那你别指望我今天晚上会走了。我身无分文，我总不能睡天桥去吧？你可千万别动报警的念头啊！这事儿本来就是你和老李做的不仗义，你自己说，你们该不该提前通知我一下？至少让我先有个准备吧。我没有现金。啊！一句没现金，彰显高端大气上档次。现在的有钱人是不太会往钱包里装现金的，他们动辄几万的消费，钱包里能装的那点现金显然是不能满足的。哎，姑娘，这缘分啊！我也不喜欢往钱包里塞现金，要不这样吧，你把你的卡借我用，我就刷1000，明天搬家的时候还给你，或者楼下200米远的地方有取款机，你要不放心就和我一起去。密码6个0，明天下午1点之前把你该办的事情都办了。没问题。他居然厚着脸皮说身上没有钱，要管我借1000块钱，要不然实在没钱在外边住。真是什么样的人都遇得到。我知道他提的这个条件也得满足他，要不然他不会走。可自己并没有带现金，就强忍着厌恶从包里抽出了一张低值信用卡。其实我并不意外他放心的将银行卡交给我，我的电话、工作单位、人脉关系，老李知道的一清二楚，也或者这张卡上并没有多少余额。说真的，活过的20多年中，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女人。她的身上似乎有一种别的女人不具备的气质。不过遗憾的是，我们似乎不那么投缘。姑娘，要不要考虑一下和我同居啊？我会做饭，还会按摩。你工作一天累了，回到家我可以给你做全套服务，保证让你舒服。滚！他嬉皮笑脸的转身走了出去。这个该死的人渣！我叫朝阳，这是我的故事。朝阳，忘了简薇吧？等我成了女明星，只爱你一个人。那你就是朝阳了？这还用猜吗？我那很神经质的夫君。你和你一起死！
朝阳，请做我生命里最后的信仰。你的心真的是铁做的吗？乖，我走了，乖。朝阳，你要好好生活。或许也是另一个开始。走嘞，把妈妈手中的栗子放吧。撑着伞，我黯然离开了那套住了2年的小屋子。事实上，我心里一点也不好。而我和那个女人提出同居的要求，并非戏谑或占她便宜。此刻我的心情就好似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丢掉了温暖的感觉，却没有知道有点小。可是人要学会尊重现实，不是吗？当老李卖了这套房子，我的离开就已经是必然。我在附近找到自动取款的地方，按照约定，我从卡上取了1000块钱，又顺便查看了用户信息，这才知道那个美得有些过分的女人叫迷彩。我很喜欢她的名字，米代表温饱，彩代表斑斓。人生如果有米又有彩，那无疑是幸福。可这2样子都没有，我现在的生活只剩下饥饿和黑白，所以迷彩的出现对我来说更像是一种讽刺。讽刺我的一无所有，穷途末路。在长街的转角处有一个旅馆，我住在了里面。在整夜风吹雨打的肆虐下，我直到早晨时才恍恍惚惚的睡着。醒来时已经快中午了，看了看电话，发现10几个未接来电，全是乐瑶打来的。他还真不是一般的执着，见我没有接电话，又给我发了条信息说，早知道就该把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然后用这个所谓我的孩子惩罚我一辈子。我觉得有点搞笑，他不怕未婚先孕做个单亲的娘，难道我还怕做一个徒有虚名的便宜爹吗？显然他的抱怨没有给我造成一丝丝的心理负担。简单洗漱之后，我还是匆匆赶向了医院。之所以去，或许是因为仅存的一点善心，也或许是同情，到底为何我也说不清。很多时候人不见得多了解自己。来到妇幼医院，下了出租车，我便见到了撑着伞在医院门口等待的乐瑶。他第一时间发现了我，没有安全感的表情终于舒缓了一些，向我走了过来。我呢，一度懵，但想到他曾经在这里躺在手术台上面对冰冷的手术刀，我还是忍住了，没有发作。你大爷呀！你老实和我说，你肚子被谁睡大的？你朝阳，你信不信我掐死你？禽兽！你掐呀！要是昨天掐，一尸两命，今天你就上新闻头条，全国人民都知道有你这号禽兽。不是你他妈的有完没完了？我2个月前和你上的床，你怀了多久了？你拍的片子拿出来给我看看。朝阳，如果昨天不做手术把这个孩子生下来，让他管你叫爹，你得多幸福。也别玩了行吗？你赶紧去做复查，走出这个医院门你就当我死了，永远别烦我了啊！别说什么死不死，我以后不烦你就是。乐瑶做完复查，在病房里打着吊水，我则家属似的坐在他身边陪着他，却始终不愿意说一句话，心里总觉得有些憋屈。哎呦，小伙子，你女朋友的体质弱得很，还有轻微的贫血症状，流产后的调理一定不能马虎，要不年纪大了会留病根儿。待会儿我给你开些调理的药，还有保健品，你去2楼的药房拿药。我点了点头，也没多想，只觉得昨天用迷彩银行卡刷的1000块钱应该够拿药了。工作人员足足5分钟才拎了满满一方便袋的药和保健品递给我，一共3016元，你是刷卡还是付现金？这他妈是什么仙丹啊？要3000多？你是不是觉得老子钱多，你坑老子钱呢？看到没，人家刚刚买了8000块的保健品和药，你丫没钱就别让你女朋友怀孕啊！当凯了这么乐呵，傻缺！你给打折吧，要不把那16块钱零头抹了吧？哟，趁新鲜，你见过会打折的医院吗？
拎着从药房买来的药，我的心都在滴血。我扶着挂完吊水、身子虚弱的乐瑶走出了医院，雨却还在淅沥沥的下着。空气因为这种持续不停的雨而沉闷，让人压抑。张扬，下个月有个剧组要我到横店去拍戏，你说我去不去啊？靠谱吗？已经去试过妆了，导演和制片人都很满意，觉得我挺适合这个角色的。成吧，你们做平面模特的，不都削尖的脑袋想往演艺圈里钻吗？是机会你就抓住呗。哎，对了，这是医生开的术后调理的保健品，你拿回去按时服用。待会儿我发信息告诉你怎么吃。我做平面模特只是阶段性的过渡，其实我是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的。我操，难怪讹我的时候那么像模像样的，原来是专业的，我还真是有眼无珠啊！我没认出你这个上戏毕业的高材生。呵呵。张扬，你觉得我漂亮吗？你不漂亮，我能睡你吗？张扬，忘了减微吧。等我成了女明星，我只爱你一个人。突然记起和迷彩约定了1点之前去搬家，现在已经1点半了。路上又想起刚刚迷彩的银行卡刷了3016块钱的保健品和药，我和他说过只刷1千，现在欠了4016，这么多钱，我得怎么还？中午简单吃了午饭，12点半我就载着毛毯、被子这些生活用品来到了老房子。按照约定，那个叫朝阳的渣男在下午1点以前就要搬走，没想到到了1点还是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我忍无可忍，打电话让公司过来几个人把他的东西从楼上拿下来，放到了单元楼道里。对于不讲信用的人，我不再相信，也不想再跟他多废话。来不及悼念乐瑶流的孩子了，接下来登场的是一碗小米粥应付全场的盛况 MVP 反爹。等回到原来的住处，很快我的行李竟然被搬到了楼道的走廊内，有些走廊里放不下的行李已经被雨水淋湿了，其中包括一双很久前简薇送给我黑色皮鞋。臭三八，你他妈给我出来！看着被收拾得一尘不染的房间，想起自己在外面淋着雨的行李，我心中的火烧得更猛。歇斯底里后，我站在迷彩的房间里点了一支烟，缓解了怒火。迷彩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房门外，刚刚他应该是去超市了。你他妈有病吧？为什么把我行李扔雨里啊？你1点没来，我就找人帮你搬出去了，有问题吗？被其他事情耽误了，晚来一会儿怎么了？答应几点就是几点。你他妈不可理喻你！我原以为他会本能的做个躲让的动作或者闭眼，没想到他依旧冰冷的看着我，连眼睛都没眨一下。你给我把东西原原本本的搬上来，我假装这个事情没发生过。我不去。好，你不去是吧？风雨中落下的被子和毛毯看上去是那么的飘零不灵，情揭开的深深浅浅的伤疤，我看得有些失神。我不该这么冲动的，不该如此对眼前这个倔强的女人。或许是那双落在雨中的黑色皮鞋刺激了我，我心中一阵阵抽搐。在雨水落在黑色皮鞋的残影中，我好似看到了自己和简薇们死
透明的爱情。现在咱们扯平了。我知道你不爽我，看不起我，我是穷没出息，但这绝对不是你可以不尊重我和我行李的理由。你是女人，今天呢，我和你发扬一下绅士风度，扔的是你的被子和毛毯，下次我连你人一块扔下去。卡里我一共取了4016，现在我是没钱还你了，不过我一定会尽快想办法还给你。混蛋！你们所有人都是不信守承诺的混蛋！我走了，欠你的钱我一定会还给你。虽然晚了些兑现承诺，但并不是你所认为的不信守承诺。我最恨不讲信誉的人，看都没看他手里的那张信用卡，他举了一会儿，看我也不接，就把卡放在了沙发前的茶几上，转身离去。看着他那副样子，我内心充满了怨愤。可正如他之前骂我的一般，我的确是个人渣，也是乐瑶口中的禽兽。禽兽似的不愿意控制自己的情绪，人渣似的随性妄为，一时间也不知道去哪里落脚。而我唯一愿意去借钱的方圆，也因为我昨天的不听劝，对我有诸多的脾气，暂时拒绝和我联系了。我把他当交心的朋友，从来不介意将自己的窘迫和潦倒展现在他面前。而别人我不会，我好似忽然就被这个世界给抛弃。我的生活不可能，这一切全部源于那个。我明知道自己这一辈子都不会再有机会牵住他的手，依旧跳出离开他的温柔。板爹是我爸，为人古板木讷，在一中小国企的采购科工作了15年，进去的第1年就是副科长。15年过去了，他竟然惊天地泣鬼神的没能把那个副字给拿掉。这还不算什么，更牛逼的是，明明采购科是一个可以捞油水吃回扣的部门，15年了，硬是没见他收过1份礼，拿过1分钱的回扣。这份铁板式的操守，让他的同事纷纷私下尊称他为板科，总算摆脱了副科的头衔。于是我也在17岁那年与时俱进地改称他为板爹，但他一直误以为我喊的是俺爹。高阳，我马上到苏州了，明天早上有个展会要参加，今天晚上到你那住一宿。这个周末实在是撞邪了，怕什么来什么，我打死也不能让板爹知道我混到身无分文无家可归呀。他虽然古板，但不代表没脾气。板爹，你自己在车站附近找个宾馆住成吗？我今天晚上和同事一起吃饭，时间肯定不能短。啊，你吃你的，钥匙你不都放在门框下面的吗？我进得去。最近这贼特多，没放。那就等等你，吃完饭别疯玩，早点回来啊。板爹，你看你坐了半天车了，估计累得够呛，你就就近找个宾馆住得了。你来我这儿还舍不得打车，这会儿又是下班高峰期，公交车上你那胳膊腿也不经挤。你妈给你织了件毛衣，我给你送过去。我愣了一愣，张望着等待出租车，不管他愿不愿意，我就飞住。要是让板爹知道我现在的境遇，被气出个好歹来。他走了好一会儿，我才从情绪中挣脱出来。趴头看着被他扔到楼下的被褥和毯子，被散落在雨水里的泪显然已经不能用了。没办法，我又冒雨去超市买了洗衣。重新收拾好，看着布置好的老房子，我的心才慢慢的缓了过来。只有老房子才能让我有家的感觉。我在那里出生长大，见证了爸爸妈妈的甜蜜，也见证了他们的别离。我一直渴望找回家的温暖，这就是我为什么一定要买回来老房子的原因。虽然身边的亲人都不在了，但是曾经的家还在，在那些遗留的记忆中，我还能触摸到从前的那些快乐和温暖。下了车，下意识地张望迷彩的那辆奥迪 Q7有没有停在路下。很幸运，车子不在。更幸运的是，房子的钥匙我还没有还给迷彩。反正板爹就住一宿，要是今天晚上他不回来，一切不就都有惊无险地摆平了吗？板爹，这边！
你不是和同事去吃饭了吗？吃饭是小事儿，你来是大事儿，我分得清轻重。板爹，你这都是公费出差，下次你来我这直接打的成吗？又不是不报销。公费也是钱，省一点是一点。咱们政府几万亿外汇储备在美利坚存着呢，不差你这点打车的钱。板爹没言语，显然不愿意与我做价值观上的争论，只要自己认为对的事情，从来不愿意解释，好似自己一个人就是一个独立的世界。这是我上个星期钓的野鲫鱼，你妈给煮了，让带来给你吃。你想吃的时候热热就行了，不热也行。咱今晚上就给吃了吧。啊，你不是和同事吃过了吗？哦，这不是你来了吗？我吃一半我就回来了。哎，对了，板爹，我妈酿的糯米酒你这次带了吗？我有些心不在焉，生怕迷彩会突然回来，吓到她不要紧，要是在板爹面前露了馅儿，我就可以去死了。把青春献给身后那座辉煌的都市，为了这个美梦，我们付出这代价。把爱情留给我身边最真心的姑娘，你陪我歌唱，你陪我流浪，陪我两败俱伤。门被打开，果然是迷彩走了进来。眼前的景象让他愣在了原地，倒是板爹没太大反应，只把迷彩当作与我合租的人，也或者当成了女朋友。哟，你是不是喝酒了？我扶你进屋来。哎，千万别谢我啊！大家合租在一起，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我嘴上说的客气，却以一个板爹看不见的角度，抬手捂住了迷彩的嘴，几步把她推进了他的房间里。放开我！你别叫唤！你他妈别叫唤了，让我爸听见我就死了！你呀，轻点儿，头都快被你揪秃了！我他妈就是一人渣，但在我爸眼里不是。他有高血压，要是知道我混得身无分文，连住的地方都没有，非得给他气背过气去。大姐，你就当可怜我，对付一晚上。他是来出差的，明天早上就走了。我保证以后绝对不来烦你了。朝阳，你在里面干嘛呢？我撞柜子上了。我警告你别乱说话啊！我爸真有高血压，经不起打击。你给我待在房间里，不许出去啊！朝阳，去给那姑娘送一碗稀饭，喝了酒更要吃点东西，不能忍饿。你让她休息吧。以我之前的种种恶行，迷彩就是把我剐了都不过分。这个时候在板爹面前揭露我，正是报应了我。正当我紧张的有些腿软的时候，迷彩却目不斜视地向门口走去。看样子，今天晚上他打算把这个屋子留给我了。姑娘，给你装了碗稀饭，趁热喝了吧。谢谢叔叔。刚刚还以命相搏的两个人，就这么鬼使神差的坐在了一张桌子上，喝起了稀饭。我时不时用眼角的余光瞥着迷彩，却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不过他好像并没有要和板爹告发我的意思，只是小口小口的喝着粥。你这边有人住，我去住宾馆。板爹，你别走了，回头和我睡就是了。最近打呼厉害的很，你明天还得上班呢，不能影响你睡觉。你妈给你织的毛衣，怎么织了2件啊？等你以后处对象了，给你对象穿。家里织的毛衣厚实，
天冷了，待会儿送你件毛衣啊。拿着。你给我钱干嘛？我又不缺钱。你是我生的，你什么特性我有数的很。说过多少次了，用钱要有规划。等会儿去把水电费交了。我忽然鼻子有些发酸，我真的不是个让服务生心。我真不用，我妈身体不好，你留着给她买些保健品，我下星期就发工资了。刚刚那个姑娘不错，长得不错。爹，赶紧收起你的坏念，不是你的菜。看到那车没？就是他的车。其实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但我们已经真实的住在这个需要用金钱证明爱情的时代。所以我让他收起幻想，自己更不愿意去幻想。这个夜晚，俺爹最后给我留下一句：好好工作后，在雨中撑着。看着雨中的他已经年迈的背影，我在这句话中读到了他的期待。他期待我好好工作，好好娶个姑娘。可是半边，我正活在自我的无奈和挣扎，活在现实的沉重和拉扯中。那许多个待实现的好，暂且等我，可好？喏，尝尝。我快吃完了。哎，再吃一碗呗，白米粥又不会吃胖。你爸已经走了，你也可以搬走了。今天不搬了，我再住一晚行吗？不行。不是，你这女人怎么回事啊？懂不懂吃人的嘴软啊？你给我把刚刚的粥吐出来，我立马搬。大姐，我今天来回折腾一天了，这会儿浑身没劲儿，求你放我一马行吗？人渣，谁是你大姐？小姐行了吧？明天下班了，我准搬。记住你自己说的话。当然，明天准搬。你不是不吃了吗？反正已经吃人的嘴软了，不差多吃一碗的。唉，人就是这么堕落的。虽调侃，却将咸鸭蛋剥好壳递给了迷彩，他也没拒绝。于是两个人在奇怪的气氛中继续吃着。喏，先还你3000吧，剩下的我下个星期拿了工资还给你。给了我，你还有钱租房吗？以后一起还吧。这是你为我考虑的啊，可不是我存心不还你钱啊。只要你赶紧搬走，其他都无所谓。迷彩说着又喝了一口粥，似乎很喜欢这粥。的确，俺爹熬粥的手艺堪称一绝，原本最平常的米粥，他却能熬出家的味道。我又不是瘟神，你没必要这么嫌弃我吧？以你的品行，难道让我喜欢你？哎呀，天凉了，有没有觉得这毛衣挺适合你的？怎么，你还想让我拿你的手短吗？真的，特别适合你。如果你愿意让我继续租这间屋子，我不介意送给你。我爸都说了，这毛衣是我妈亲手织的，厚实，冬天挡风还温暖。无福消受。和你开玩笑的，你不租也送给你了。暂时没有交女朋友的打算，这么好的毛衣放在我身边也是浪费。就算我为我自己昨天的无礼向你道歉了。行吧，我接受你的道歉。还有，对你爸好一点，别再欺骗他，让他操心了。接受道歉和对我爸好一些有什么逻辑上的关系吗？你真的很人渣。或许他暂时接受我的道歉，甚至破例让我再住一夜，只是出于对板爹的同情。对于我，他还是很无感和厌烦的。在他眼里，我玩大了女人的肚子，欺骗了自己的亲爹，又粗暴地对他，且不守承诺。不是人渣是什么呢？在这个夜晚，迷彩没有住在这间屋子里。我想，他在这座城市肯定还有其他的屋子，只是他为什么一定要住在这里呢？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奇怪的人和奇怪的事，就当是一种富人的行为艺术吧。其实很多时候我蛮喜欢这么稀里糊涂的活着，因为真相可能意味着痛苦，得到才有可能失去，所以不明真相就没有痛苦，得不到也就没有失去了。这样，所以你误解了我为什么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你。你是我的男人，你错了就是我错了。我们应该在这个总是离别的世界里
共进共补。过来，赵吕。干嘛？听说你喜欢户外运动？我是很喜欢啊。我有一套专业的户外运动装备，买了也没怎么用过，便宜卖给你了。你又不喜欢户外运动，买户外装备做什么？就是因为不喜欢，所以都没用过嘛。和新的一样，赞的一逼啊，始祖鸟的，便宜你小子了，1套2000，卖给你了。真的啊？必须真的呀！你速度给钱，回头我让方圆明天带给你。买了一直在他家搁着呢。明天记得带给我啊，正好下个周末去攀岩用得上。你自己和方圆说。哎，方圆，明天记得把朝阳放在你家那套户外装备带给我。什么户外装备？就是朝阳那套始祖鸟的啦，还卖给我了。妈的，卖毛线啊，那是我的啊！行了，别委屈，我明天带给你。还在忙GUCCI在我们商场设专柜的企划案呢？是啊，忙了快1个星期了，招商部一直等着我们这边的企划案和GUCCI的代表谈判呢。我和方圆是2个极端，他是工作中的拼命三郎，而我一直是得过且过。2种截然不同的态度造成的结果是，同样工作2年，方圆已经是企划部文案企划组的组长，而我依然在最上层混着。怎么了？前2天看你心情不好，有件事情我也没和你说。我和妍妍下个星期要结婚了。终于结婚了呀！当初方圆能够认识妍妍，完全是因为我和简薇。妍妍和简薇是闺蜜，我和方圆是铁词儿。在我和简薇谈恋爱后，为方圆和妍妍提供了认识的机会，随后他们也坠入了爱河。好几次开玩笑说起过，毕业后一起结婚。方圆和妍妍修成正果，走上婚姻殿堂，是天大的喜事，但也将我的伤痛和孤独是无情的我终究未能和简薇在爱情逝去下去，往事终将化作尘埃，风吹吹不散，落在心上，忙得自己的世界一片死寂。哥们儿的喜帖呢？速度拿来。你们结婚，简薇会回国吗？你知道的，自他从洛杉矶搬到纽约后就联系不上了。不过前些天妍妍给他发了电子邮件，还没回复，回不回来谁都说不准。哦，是吗？我这一整天都过得恍恍惚惚，隔壁桌子的方圆依旧忙。我有些清闲，又去卫生间抽了一支烟，等待下班。妍妍，你这又丰满了，我椅子都快装不下了。死样，没个正形。那个企划案的大框架你做出来了吧？整体思路和框架都做出来了，就差后面一点文字说明了。那剩下的我来做吧，你先下班，别让妍妍等你。朝阳，你太来事儿了，你不知道我们待会有多少事要忙。嗨呀，结婚嘛，要忙的事儿肯定不会少。那行，我马上还得和妍妍去婚庆公司一趟，婚纱店那边也要跑。你有什么疑问，我们随时电话沟通。放心，忙你们的去吧。哎，朝阳，我们公司的楼要开盘了，你要买的话，我帮你争取个内部价，1个平方能便宜1500呢。哦，以后再说。这次开的是哪个盘？中远生态城2期。朝阳，买吧，这个楼盘真不错，错过这个机会，下次不知道还得等多久呢。而且以后房价肯定还得疯涨。哎呀，买什么买啊？我家底儿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和妍妍那儿还有几万块钱的存款，先借给你用，你再回去让板爹想想办法，凑个首付的钱，应该没问题吧？你俩还有房贷车贷要供着呢，这马上还要结婚，哪儿不得花钱啊？真不用操我的闲心了。我们2个人还房贷车贷也轻松。朝阳，你先把房子买了，以后找女朋友也方便。我们真不想看你这么混着，急人，真急人。你们的贷款2个人还是轻松，但你们想过我买房子以后贷款怎么还吗？我他妈连自己都养不活呢，还还个屁贷款？哎，行了，别在这杵着了，马上天都黑了。
我和方圆、妍妍同是苏州大学毕业的，他们已经在这座城市有了自己的房子和车，马上又将步入婚姻的殿堂。我有些不懂，为什么我们之间的差距会如此之大？这是上天和我开的玩笑，还是我把自己给作践了？如果我和浅薇没有分手，是不是也该结婚了？晚上9点，我终于做完了方圆留下的策划，舒展了一下身体，猛饮一口咖啡，看着窗外厚重的夜色，挣扎的霓虹灯，真想抛去了这具疲倦的肉身。朝阳，你在哪儿呢？下班。你来帮我洗衣服行吗？我手沾不了水。没洗衣机吗？你来吧。我的重点是洗衣机。有些衣服不能用洗衣机洗。那你拿去干洗。上一天班累得跟孙子似的，没精神去。内衣内裤总不能拿去干洗吧？不是你丫疯了吧？让我给你洗内衣内裤？朝阳，我刚做完手术，手真的不能沾水，你就不能联系我一下吗？我知道你是上戏毕业的，求你别和我演了行吗？我为你怀了孩子，你就这么对我吗？你想过我的感受吗？要知道我心痛的要死吗？你和我演琼瑶戏呢，还排比着问？朝阳，你这条禽兽，信不信我死给你看？我被乐瑶弄得实在是没辙。哎呀，姑奶奶，我怕了你了，我去还不行吗？赶紧来吧，我等你。要是乐瑶混不到影后级别，绝对是演艺圈的有眼无珠，这演技简直神乎其神。学表演的人真可怕，学表演的女人更可怕。把青春献给身后那座辉煌的都市，为了这个美梦，我们付出这代价。忽然想起答应迷彩下班后去搬家，这会儿已经快9点半了，我又把我东西给搬出去了吧？反正已经10月了，先去把乐瑶的衣服给洗了。至于搬家的事情，待会儿回去再说。就是一事儿妈，你要不睡我就没这些事儿。衣服呢？在卫生间的脏衣篓里。你丫是不是故意攒了1年的衣服来虐待我呢？吃不吃？没食欲。朝阳，杂志上说一个男人肯为一个女人洗衣服，一定是一个温柔可靠的好男人。滚蛋好吗？你以为我愿意帮你洗啊？那你有没有帮除我以外的其他女人洗过？没有。姐妹也没有。你烦不烦？啰里吧嗦的问什么鸟问题？我走了，以后别再给我打电话了啊！我不许你走。你起开！你先别走，我有东西给你。给你的，卡里有1万块钱。我知道你这次花了很多钱。你哪来的钱啊？和剧组提前预支了些。你这是良心发现了吗？孩子本来就是你的。我说过，我只想看到你愿意负责的态度。你花掉的钱，我当然会还你。乐瑶的表情越认真，我越觉得她是在演戏。她在我眼中只是那种喜欢沉迷在灯红酒绿中的女人，她嘴里的责任是根本不可靠的，这点我也一样，所以我太了解了。她之所以一口咬定孩子是我的，或许只是一种空虚后的寄托。这种怪异的寄托很难用言语解释清楚，但活在这个糜烂圈子中的人都明白，我们看似潇洒，心却是空的。唯一的区别，有朝一日他可能真的会在演艺圈名声大噪，而我注定平凡且孤独地过着。真希望迷彩别再因为我没遵守约定把我的行李搬出去，可人生就是有这么多的意外，让我无可奈何。打开门，屋内却一片漆黑，原来今天晚上他并没有回来，难怪楼下没看到他的车子。
难怪他没把我的行李搬出去。或许这是一天行将结束时，上天给我的唯一安慰。简单洗漱之后，关上灯，闭上眼睛的那一刻，世界忽的就安静了下来。回想过去，又将现在的空虚和落魄给扯了出来。到底是我哪里做的不够好？我真的希望简薇能亲口告诉我，可是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要求，竟然成为了奢望。于是我在不明不白中痛苦了2年，糜烂了2年。我想唱首歌，送给自己，送给简薇。这繁华谁能看得清，在一次眼迷离，这喧嚣谁能躲得及，在一次情深意，这往事谁又曾提起，再一次望着你，这来世谁还能相遇，再一次又爱上你。我迷了路，找不到地图，这感情的路走得好辛苦。我迷了路，找不到退路，这世界怎么变得那么的麻木？我迷了路，找不到来时路，这身旁的人都形同陌路。我迷了路，在原地踏步，而你的心已飞到了远处。我迷路了，真的迷路了。我以为这2年自己已经走了很远，却在一张叫爱情的地图上原地踏着步，可他的心却飞到了远处。如果你很有唱歌的兴趣，麻烦找个没有人的地方，这儿可是居民区。你刚刚没听到我唱我迷路了吗？都迷路了，还找得到没人的地方吗？强词夺理。你怎么在家里？我一直在。楼下没看着你车呀？停在对面的空地上了。难怪，你不会真打算这会儿让我搬出去吧？不是，你不是想唱歌又迷路了吗？我可以带你去一个没人的地方，让你尽情发泄。真的？你有这么好？反正已经被你吵得没有睡意了，如果你还有兴致的话，我可以做你的听众。你的声音不错。啊，这大晚上的，你是不是想一具尸体坐在你旁边啊？谁让你不系安全带的？不遵守规则的人，活该被撞。你他妈就报复我吧！这儿没人，尽情唱吧。车上空间太小，施展不开。那你下去唱。你当我二傻子？待会儿你要把车开走，我到哪儿喊冤去？废话真多。这个夜晚的天气不错，月朗星稀，空气也不错，我有了一种终于躲开喧嚣的感觉。拨动吉的弦率先唱了一首金武林的《变形记》，一曲唱罢，迷彩出人意料的给我鼓掌。你也喜欢严肃音乐吗？ Yes， 如果乐器多一点，唱起来更有感觉。严肃音乐是非大众的，艺术性和学术性都较强，无论演唱者还是欣赏者，都需要一定的审美能力。你也不像看上去那么草包嘛。以貌取人才是你狭隘。请继续。你应该挺懂音乐的吧？会玩吉他吗？来一首。说好我做听众的，你继续吧。其实他对我还是蛮不错的，又是借我钱，又额外的收留我住了一夜，现在又陪我宣泄郁闷。或许我的粗暴脾气真的该改改。你上车吧，我自己发泄发泄就成。你确定？我拨动吉他弦又唱了一首，正在投入中，身后的车子突然启动，我猛然回头，迷彩已经系上了安全带。你的声音真的很不错，不过我得先走了，这是对你不信守承诺和粗暴无礼的惩罚。操你啊！
你大爷的，你个38，我他妈就知道你没安好心，利用我的同情心，你小心你天打雷劈你！我操啊！我和你没完！我这人向来和谁都自来熟，容易信任，也不喜欢防备，落得如此下场，真他妈活该！迷彩以时速100码行驶了20分钟将我带到这儿，那么意味着我现在离住处至少30公里远。我有点想死，怎么最近这些匪夷所思的事全他娘让我摊上了？好在北斗星还在闪烁，找到那颗最亮的玉恒星，确定东西南北后，我向远处那片模糊的灯火闪亮走去，好似一场寂寞的逃亡。我终于看到一条有车子往来的路，定睛一看，真要掐死那个恶毒的女人！眼前正是苏州和无锡交界段的沪宁高速。折腾快要到黎明时，才被一个好心的过路人开车带我出去。我又打的士往住处，最后因为没带钱包，连车费都没付，把没抽完的半包烟扔给司机师傅就跑了。我想和迷彩谈谈，不谈人生，不谈理想，就谈他凭什么这么对我。把青春献给身后那座辉煌的都市，为了这个美梦，我们付出着代价。耍我很好玩吗？啊，你知不知道我明天还要上班啊？不对，是今天。你这么折腾我一晚上，我拿什么状态上班啊？回头老板一不高兴，炒了我鱿鱼，你咬我呀？你要想我骂的更难听，你就继续和我装听不见啊！难道他没回来？反正在迷彩眼里，我就是一人渣，也不差夜闯他房间这个罪行。你睡得倒踏实，你想过我是受的什么罪吗？这一路吹得我大鼻涕直流。我告诉你，我活了这20几年了，我就没见过你这么办事的。忒贼，你忒不厚道，任我骂得延绵不绝，他安若泰山，岿然不动。哟，老天开眼了呀！啊，你被报应了！出去！不用你提醒，我这人就喜欢见死不救，渴死你才好呢，活该！报应！准备洗个热水澡，然后小眯一会儿，却断断续续的听到咳嗽声从迷彩的房间里传来。算了，做了这么久的人渣了，也做一件好事吧，就当积德了。我已经困得快睁不开眼了，点上一支烟提神，然后有些麻木的看着锅里的红糖姜汤。熬了碗姜汤，你给喝了吧。不用你这么好心。谁对你好心了？我是怕你老这么咳嗽影响我睡觉。你搬出去就听不到了。我要搬了，你渴死在家里都没人知道。别废话了，赶紧的把姜汤给喝了。啊，先把姜汤喝了。迷彩没有再和自己的身体较劲。喝完了，你闷在被子里睡一觉，碗你放着，我等会儿回来收。你发的是低烧，再吃点退烧药，出些汗就好了。我很少生病，家里也没备什么日常用药，所以我还得去药房给迷彩买上些退烧药和止咳药。现在还太早，药房都没开门营业，跑了好几站的路才找到一个营业的诊所。买好药又立即打的回去，而时间这么几经折腾下，已经7点半了。再次回到住处，来到迷彩的房间，他却已经睡着。醒了以后记得吃退烧药和止咳药，有什么搞不定的给我打电话，号码我已经存在你手机里了。你眼中的人渣，我自己眼中的天使，朝阳流。洗了个热水澡，没来得及吃早饭，我又搭上去公司的公交车，在精神萎靡中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昨晚又去泡夜店了？我没睡好，折腾了我一夜。你小子得注意补肾啊！虽然还年轻，也架不住你这么没节制的和女人乱搞。咱们都是有文化的人，说话含蓄点成吗？昨天GUCCI设专柜的企划案，你帮我搞定了吗？搞定了，给你存在地盘的文档里了。张扬，待会儿我帮你和经理请个事假，你陪妍妍按照这张字条上的清单，去把商场要买的东西都给买了。是你结婚还是我结婚啊？你让我去陪妍妍买东西啊？哎呀，我这不是没办法吗？那么多东西要买，妍妍一个人也拎不动啊。我待会儿又得和招商部的人带着企划案去上海和GUCCI那边谈我们的商场设计专柜的事情。我总不能因为自己的私事儿影响公司准备了几个月的招商计划吧？行吧，辛苦一下，晚上回来请你吃饭。忙你的事儿去吧，我抓紧时间再眯会儿。别眯了，妍妍在公司楼下等你呢。对了，简薇回邮件了，我和妍妍结婚的那天，她80%的可能会从美国赶回来。3年了，她终于要回来了吗？心中甚至埋怨方圆不该这么突然地告诉我简薇会回来的消息。时隔3年，我早已经不知道该用什么情绪去面对她。我无数个日夜发了疯的想见她，却又害怕见她，害怕见面之后的沉默和尴尬态度。朝阳，怎么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啊？有点不太像你。难道非得没心没肺的才像我呀？是方圆告诉你简薇会回来的消息了吧？难怪呢，这个世界上除了简薇，也没人能撬得动你朝阳忧郁的神经了吧？你想多了，他没那么攻无不克，我也没那么不堪一击。朝阳，冷暖自知啊，你笑得越是灿烂，心里越伤痛吧？说的都了解我似的。这么多年的朋友了，我不了解你谁了解你啊？朝阳，跟你说句心里话吧，我们虽然都很替你和简薇感到惋惜，可是我也不得不告诉你，当一个女人变了心后，曾经她爱过的男人也就变成了一支被吸过的二手烟，再也吸不出快感，还熏得自己红了眼。这个时候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抛弃这根二手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和我说这些做什么？希望你潇洒一点。你说爱情是什么？不就是一句承诺，然后一生执着吗？为什么对方给了承诺却没胆的执着？朝阳，爱情真的不是你想的这么简单。我和方圆为什么能走到最后，而你和简薇却不行？你应该明白的。我的确明白，方圆和妍妍虽都不是什么大富之家，但家境也都还不错，可谓门当户对。而我和简薇，我清楚记得，简薇在出国前，他爸就买了一辆凯迪拉克 CTS 送给他，作为他的毕业礼物。可是爱情真的是要用物质来衡量吗？我不太懂。简薇是真的爱过你的，你也知道，她去美国留学就是为了避开她爸妈的逼婚，希望待个3年，回国后她爸妈能接受她和你在一起的事实。可是为什么到了美国之后和你提出分手，我也有些想不通。可能真的是因为……哎，大柱，就像你说的那样，当他变心了，当我是一根抽不出快感的二手烟吗？我说他变心只是打个比方。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他们有一种特殊的能力，能把一个想死的人活活安慰到真的去死，无疑妍妍就是。尽管昨天我一夜未睡，今天又做了一天的苦力，可在夜晚将至时，我竟没有一丝睡意。走在街头，每每看到霓虹灯下依偎着从自己身边走过的情侣，心中涌起的是无尽的孤寂和空虚。我依然惯性的想放空自己，好似我的夜晚就应该属于夜店。我告诉自己，或许喝点酒，今天晚上才会睡得踏实些。不一会儿，我已经几瓶啤酒下了肚，人也有些晕眩起来。我喜欢这种感觉，没有烦恼，没有爱恨情仇，只有一真一假的朦胧和虚幻。今天正好是罗本带着的撕裂神经乐队在驻场，我和罗本的关系不错，有时候会一起玩玩音乐。张扬，上来玩玩。来首还阳，带着酒醉后的发泄，用嘶吼的爆破音唱了起来。你个土鳖，唱的什么鸟东西啊！
赶紧换歌！你孙子再跟我说一遍！你呀，臭傻逼！老子让你换歌！我操你大爷！姓名、性别、年龄、工作单位。不是，警察大哥，那孙子是真欠揍，是他丫的先动脚踹我们架子鼓的。您知道我们玩音乐的乐器就是我们亲弟弟，他打了我亲弟弟，我能和他过得去吗？警察大哥，真不是我想打架，实在是群众里有坏人啊！你小子少废话，不管你有什么理由，打架斗殴都不对，法律就没赋予你这个权利，知道吗？警察大哥，我知错了，我已经在内心做了很深刻的反省和检讨，我不该无视法律的威严，以后我一定提高觉悟，做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坚决不拖和谐社会的后腿。行了行了，别臭贫了，去把罚款交了。不拘留吧。被你打的那个小年轻也就受点皮外伤，他同意私了，你把他去医院的费用还有误工费给赔了，加上罚款，一共6000块。6000？警察大哥，我身上没带这么多钱啊！打电话找你家人朋友。听到家人和朋友这4个字，我忽然就迷茫。我肯定不能找方圆或是妍妍，一来他们临近结婚，我不想把这个麻烦惹给他们；二来他们无数次和我表达过希望我安安稳稳过日子的希望，这样的事情还是不让他们知道为好，怕他们失望。找迷彩？对，找迷彩。反正我在他眼里就是一人渣，毫无形象可言，让他先帮我交了罚款，等下个星期发了工资，连之前欠的钱一起还给他就是了。我给你买的退烧药和止咳药你吃了没有？吃了。那你好些了没？好些了。多穿些衣服，受点热很快就会好的。我又不出去，穿那么多衣服做什么？还真得麻烦你出来一趟。那个，我现在在派出所和人打架了，也不够钱交罚款，你过来帮忙交一下，行吧？你和人打架了？可不是嘛，那孙子特欠揍，我打他是为了教育他活得别太随心所欲。我看你活得比谁都随心所欲。那你来还是不来啊？能给句准话不？你来行吗？这边都快对我动用私刑了。我们是人民警察，你当是黑社会吗？什么动用私刑？哎，息怒，我就是用夸张的形容手法来说这件事儿，让他赶紧来帮我把罚款交了，那样我自由了，你也省事儿，对不对，警察大哥？哪个派出所？关前派出所。尼采应了一声，便挂了电话。这种朦胧的态度却让我陷入到忐忑中。结合他前面将我扔在市区30公里外荒地里的行为，这个时候再坑我一次也不是没可能的。